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。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中文成语“一丘之貉”。这个成语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被用来形容一群人行为或品性相似，通常带有贬义。那它到底从何而来？又有哪些历史故事和文化内涵呢？让我们一起来揭开它的神秘面纱。首先，我们来看“一丘之貉”的字面意思。成语由4个字组成，一丘指的是同一个山丘，貉是一种形似狐狸的动物，古代常被认为狡猾或品性不佳。所以，字面来看，一丘之貉形容的是一群住在同一个山丘上的貉，引申为同一类人，品性相似。但这个成语的真正起源还要追溯到中国古代的文献。一丘之貉最早出自《汉书·杨运传》，这本书是东汉史学家班固撰写的，记录了西汉时期的历史。在《杨运传》中，杨运写信给朋友孙惠宗，表达自己对时局的不满。当时汉朝政治腐败，许多官员结党营私，品行不端。杨运在信中讽刺这些官员，说他们若丘中之貉，意思是这些官员就像住在同一个山丘上的貉，行为和品性都一样低劣。这句话后来被简化为一丘之貉，成为了流传至今的成语。这个成语的背景离不开西汉时期的政治环境。当时汉武帝晚年时期，朝政逐渐腐败，官员之间互相包庇，形成小团体。这种现象让杨运非常愤怒，他用一丘之貉来批判这些官员的丑态，表达了对社会风气的失望。这个成语因此带有强烈的讽刺意味，常用来批评一群人沆瀣一气，品行不佳。除了历史起源，一丘之貉还有丰富的文化内涵。在古代，貉被认为是一种狡猾、不够高雅的动物，所以用它来比喻人，带有明显的贬义。比如，我们可能会说，这群人一丘之貉，都不值得信任。这句话就是在形容一群人行为相似，且都不怎么样。在现代汉语中，这个成语依然很常见，尤其在批评腐败、结党营私等现象时，特别贴切。有趣的是，一丘之貉还有一些类似的成语，比如沆瀣一气或狼狈为奸，它们都形容一群人勾结在一起做坏事。但一丘之貉更强调同类相聚的特点，带有一种物以类聚的意味。这也提醒我们，成语不仅是语言的精华，还承载了古人对社会现象的深刻观察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该如何正确使用一丘之貉呢？首先，它通常用在负面语境，形容一群品性或行为不佳的人。比如，你可以说，那些贪官都是一丘之貉，只顾自己的利益。但要注意，这个成语带有贬义，使用时要谨慎，避免误伤无辜。另外，它更适合用来形容一群人，而不是单独个体。说到这里，我们不妨思考一下，为什么一丘之貉能流传千年，至今仍被广泛使用？其实，这和它精准的表达力有关。它不仅形象生动，还能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中的不良现象。无论是古代的朝堂争斗，还是现代的社会问题，这个成语都能派上用场。最后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。曾经有位老师在课堂上用一丘之貉来批评一群抄作业的学生，学生们听后哈哈大笑，但也明白了自己的错误。
这个成语虽然语气犀利，却也能以幽默的方式让人反思。你有没有在生活中遇到过一丘之貉的人或事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。好了，今天关于一丘之貉的介绍就到这里。希望这个成语的故事让你对中文的魅力有更多体会。下期视频我们会带来更多有趣的内容，记得订阅和点赞哦。我们下次见。